不正经的小车司机对副驾位上的表嫂动作不老实，闯了红灯出了车祸，将一老一少撞翻在地。这是一个大爷骑着三轮车接孙女放学，半路上被这辆不正经的小轿车给撞倒了。轿车司机因为害怕，竟然肇事逃逸，爷孙俩身受重伤，被送进医院抢救。这对爷爷和孙女身边只有一个共同生活的亲人，就是孩子的爸爸李正。李正正在车间干活呢，忽然得知女儿和父亲双双出了车祸，赶到医院就要往手术室里闯，有护士将他拦住。哎呀，医生正在抢救呢，现在问题是两位伤者血型相同，医院的这个血不多了。这位护士话音未落，从手术室冲出来一名医生，马上就要没血了，你是家属是吧？测一下血型，看能不能先输血。我爸连续10几年坚持无偿献血，他不是可以优先用血的吗？现在的问题是库里没有血了，必须要有相同血型的人来提供血液。李正边做血型检验边给前妻打电话，因为前妻甲醇的血型与他和女儿以及他父亲都是一样的。前妻甲醇很快也赶到了医院，不过他提出来自己给前公公，也就是女儿的爷爷献血，让前夫李正给女儿输血。李正心里有点纳闷，不过救人要紧，他也就按照前妻甲醇的要求做了。幸亏有他们俩以及几位医护人员献血，爷孙俩脱离危险，得以保全了性命。小孙女李小香和爷爷老李相继苏醒过来之后，妈妈贾纯忽然在病床前给钱公公跪下磕了一个头，对不起了。说完之后扭头就离开了医院。前妻贾纯这一系列的行为让李正的心头疑云重生，他追出医院，一把拉住了前妻。贾纯，你等等，你为什么给我爸下跪？明明是你刚刚给他老人家献了血，怎么反倒说对不起呢？贾春紧锁眉头，推开了前夫李正的大手。你别问了，快回去好好照顾老人和孩子吧。说完就钻进出租车回自己的家去了。贾春的家在郊区，她和现任丈夫孟古丽2个人住在一幢独栋别墅里。孟古丽不知道的是，他这位漂亮的妻子贾纯背着他不知道，在外面同时拥有2个情人，一个是丈夫孟古丽的生意合作伙伴多大鱼，另一个是多大鱼的司机张道石。而此时贾纯他自己也万万没想到，今天开车撞伤他女儿和他前公公的人，就是他的这第2个情人司机张道石。张道石与表嫂米兰花关系暧昧，开着车在路上打情骂俏，出车祸撞伤人之后，2个人逃之夭夭。惊魂未定，不正经的司机张道石接到一个电话，让他赶快去取血样检验结果说他是感染了那种疾病。听到这个消息，张道石呆若木鸡，旁边的表嫂米兰花可受不了了，心里崩溃，瞬间落泪，狠狠地挠了张道石的脸蛋子一把。你可害死我了！转身掏出手机打通了丈夫的电话。她的丈夫是谁呢？就是那贾纯的第1个情人多大鱼。没错，多大鱼既是张道石的老板，又是他的表哥。米兰花在电话里哭哭啼啼，断断续续，说自己很可能已经感染了那种疾病。她的丈夫多大鱼听完之后，脑袋瓜子嗡的一声，哎呀呀，我老婆感染这个病，说明她在外面胡搞了啊！不对，兰花是个好女人，她绝不会对不起我，那就是我传染给她的。谁传染给我的呢？对，只能是贾纯那个骚娘们儿。于是多大鱼打电话质问贾纯，
当时贾纯正在去给钱公公和女儿李小香献血，赶往医院的路上。要传染也是你传染给我吧？你检查过了没有？我看你应该先去找个医院确诊了再说。电话里对情人多大鱼嘴硬，但是贾春心里可是害怕极了。于是他怀着一半侥幸一半担忧的心理，在医院提出来他给钱公公李老汉献血，让前夫李正给女儿输血。他的前夫李正是个非常老实本分的工人，让他想破了脑袋也不可能想到贾纯隐瞒的这些个事儿。一连十几天，贾纯再没来过医院。李老汉和孙女小香的身体状况虽然都有了好转，但是钱快花没了。因为当初离婚的时候，仅有的一点积蓄都给了前妻贾纯，李正手里根本没什么钱。李正手拿医药费的账单，急得团团转，无奈之下再次打通了前妻贾纯的手机。李正，你是不是个男人？是男人你就自己想办法，我这边还有事儿，正忙得焦头烂额呢，没空理你啊。说完之后，贾纯啪叽一声就挂断了前夫李正的电话。其实贾纯说的也是实话，最近他的确是焦头烂额的。怎么还用问吗？第二个情人张道石得了那种病，张道石与他的表嫂，也就是贾纯的第一个情人多大鱼的妻子米兰花关系也不一般。如今多大鱼、米兰花再加上贾纯几个人是人人自危，纷纷到医院做检查。还好万幸啊，这仨人可能是运气太好了，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没有感染那种疾病。贾纯刚刚长出了一口气，现任丈夫孟古力忽然从背后一拍她的肩膀：“小纯，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谈一谈。”贾纯心头一惊，哎呀，莫不是我有2个情人的事情被他知道了？应该不会吧，我可是蛛丝马迹都掩盖得很好啊，他怎么可能发现呢？难道是多大鱼或是张道石？再不就是米兰花在他面前说了些什么？小纯呀，事情是这样的，咱俩结婚都好几年了，你不是一直也没有怀孕吗？前些天我刚刚到医院做了个检查，医生说我患有先天性不育症，这个病治不了，所以呢，我就想着咱要不就领养一个孩子。我又一琢磨，与其领养别人的孩子，还不如干脆把你女儿的抚养权要回来，我保证像亲生的一样来对待你的孩子，你觉得怎么样啊？贾纯这么一听，他悬着的这颗心总算是放到了肚子里。哦，看来我偷情的事情这家伙并没有察觉。哎呀，老孟，你真是个好男人啊，我能嫁给你可真是烧了8辈子的高香了。不过当初离婚的时候，是我死活都不要女儿的，把孩子留给了他爸爸。现在平白无故的，我怎么才能把女儿再要回来呢？嘿嘿，孟古力诡秘一笑：“小纯，我已经想好了一条妙计。你前夫不是现在在医院快付不起医药费了吗？咱们如此这般，这么办，孩子必定能够归咱们。”贾纯点头说好，于是这夫妻俩便依计行事。李正在电话里借钱，碰了前妻贾纯的钉子，万般无奈之下，打算借高利贷来给父亲和女儿治病。正要签订借款合同呢，前妻贾纯竟然主动打来了电话，说是想好了解决医药费的办法，让李正把仅有的一套住房抓紧时间快点卖出去。李正说：“那怎么能行呢？一是卖房没有那么快，再者说了，房子卖了，你让我们祖孙3人以后住哪儿啊？”“这不是问题，可以暂时租房子住嘛。现在治伤救人要紧，我已经替你找好买家了，只要你点头，立马就可以去办过户手续。
一手交房是一手拿钱。这买主是谁呀？没错，就是贾纯的现任丈夫商人孟古力。李正不知道这是个圈套，一番思考之后，同意把房子卖给了孟古力。简短截说，不久之后，李老汉与孙女儿李小香伤愈出院了，祖孙三代一家三口租住在一间小屋里。万没想到，刚踏实没2天，李正接到了法院寄来的传票。前妻贾纯在她现任丈夫孟古力的帮助之下，一番争夺，对女儿李小香也是一通连哄带骗，孩子的抚养权便归了贾纯了。时间一晃过了3年，这一天，初中生李小香回到家，就听到妈妈贾纯与继父孟古力2个人正在卧室里大声争吵。仔细一听，她可就全明白了。原来是继父孟古力刚刚得知李小香的妈妈贾纯早就和孟古力的生意伙伴多大鱼有不正当的关系。不仅仅是多大鱼的表弟，也就是那个撞伤李小香爷孙俩的肇事司机张道石，也跟妈妈贾纯有关系。当初说是肇事司机有精神病，感情不是，那张道石患有那种传染疾病，现在刚刚死去了。接着再一听，李小香幼小的心灵更受不了了。原来妈妈和继父的甜言蜜语都是假的，他们只是为了家里有个孩子，所以才用阴谋诡计从父亲李正的手里夺取了自己的抚养权。李小香哭着跑回了父亲和爷爷的身边，再也不去妈妈和继父家里了。当然了，那个家很快也破碎了。孟古力和贾纯分道扬镳，离了婚。孟古力与合作伙伴多大鱼同时破产。多大鱼的老婆米兰花和贾纯2个人发生争吵，在汽车上大打出手，结果双双死于车祸。李小香在爸爸李正和爷爷老李的爱护之下健康成长，生活虽然清贫，却也温馨。李小香姑娘立下了志愿，她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以后，让父亲和爷爷过上富足幸福的生活。